在某些时刻，世界似乎失去了它的公正，正义的声音被压制，而那一份深藏心底的希望也似乎被现实的风暴所吞噬。当一切都显得无望，当你开始怀疑正义是否真的存在，你或许会问自己，是否应该放弃那份纯粹的信念，是否该选择随波逐流，甚至是放弃自己的真实。然而，当你仍选择不违背自己，不放弃真实，这正是你灵魂真正的力量在发挥作用。每一个经历过痛苦与背叛的人，都有过这样的瞬间，怀疑过自己选择善良、选择诚实、选择勇敢的意义。然而，事实上，这些经历不是惩罚，而是一场灵魂的觉醒，是让你认出一个深刻的真理：你的光并非来自外在，而是从内心深处稳稳绽放。当世界无情，当他人的言语或行为让你感受到孤立或背叛，许多人会选择关闭自己的心扉，认为这样能保护自己，避免再度受伤。或许在那一瞬间，选择自我保护似乎是最合理的选择，但真正的力量却不在于关闭自己，而是在于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仍然选择真实。正是这份选择，才是你灵魂的力量所在。它提醒你，无论外界如何变化，内心的光芒始终不应被熄灭。真理的力量，正是在于你能在最艰难的时刻，选择不放弃对爱与正义的信仰，选择不放弃自我，即使世界不理解你的选择。真理不是一句空洞的理论，它存在于每一个选择、每一个行动之中。它存在于你感受到内心平静与宁静的时候，存在于你勇敢地说出真相，即便在那一刻你的声音微弱，心跳加速。这些瞬间虽然艰难，却正是你与宇宙深深连结的时候。在你选择不报复、不扭曲、不让自己陷入愤怒和负面情绪的时候，这就是你在实践真理。这样的选择不是脆弱，而是力量的象征。这是一种坚持内心纯粹的力量，即便面对误解，面对困难，依然不改初衷，始终如一地选择真实。勇敢并不等于不惧怕，勇敢是即使感到脆弱和恐惧，仍然选择站立，选择走出那条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。真理和正义的路，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。它可能会让你遭遇伤害，让你面对不理解和批评，但这正是灵魂的试炼。选择不报复，选择不扭曲事实，并非是对他人行为的容忍，而是对自己灵魂的保护。当你选择不让自己的内心被仇恨与怒火填满，你其实是在给自己一个机会，让真理在你心中成为最强大的力量，带领你走向真正的自由。每一次你选择不随波逐流，每一次你选择真实，都是你灵魂力量的展现。当你不为他人的反应所左右，当你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明晰，即便外界充满喧嚣与不安，这正是你的光在悄然绽放。记住，这份光并非来自外界的认可，也不是来自他人的赏识，它来自于你内心深处的纯粹与真实。当你选择真实面对自己与他人，你的光就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。即使不被看见，它依然存在，并以某种方式影响着周围的每一个人。正义或许并不总是能够立刻显现，但它终究会回归。当你选择不放弃对正义的信仰，当你依然选择相信，真理终究会揭开一切谎言，正义终究会回到正确的轨道。这个过程也许是漫长的，但它是必要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并不孤单。真理与你并肩而行，正义最终会显现。而你所经历的一切，也不是惩罚，而是一场深刻的灵魂觉醒，是你逐步发现自己真正力量的过程。当你选择站立于真理与正义的道路上，
即使孤独，甚至感到不安，这依然是你灵魂最强大的力量的展现。这份力量来自于你的内心，来自于你对自我的深刻认识，来自于你选择不背离自己，选择真实，选择善良，选择勇敢。每一个勇敢选择真实的瞬间，都是你走向更大自由与力量的第一步。这份力量不仅改变了你自己，也正在改变你周围的世界。因为当你选择活出真实，当你选择不让自己的光被隐藏，你的光会照亮周围的每一个人，这就是宇宙在回应你内心的选择。正义与真理是宇宙给每一个灵魂的最深刻礼物。它们并非总是在眼前显现，但它们永远存在，并且在你心中不断地孕育着。当你选择不放弃自己，选择真实，选择宽容与爱，即使一切都看似不公平，真理和正义终将回归。你所经历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让你认出自己的光，不是来自外在的回应，而是来自你内心深处的坚定与勇气。你并不孤单，真理与你同行，正义的回归将成为你灵魂的力量，带领你穿越所有的黑暗，最终走向光明与自由。在宁静的夜晚，当风轻轻地拂过窗边，捕梦网静静地垂挂在空气中，无声无息，却拥有强大的力量。它不张扬，不喧哗，不急于改变什么，却无时无刻不在编织着我们尚未言说的梦想与渴望。捕梦网象征的不仅是过滤噩梦的工具，它是一种深刻的内在指引，提醒我们，即使在世界风起云涌之际，我们仍能在自己的内心找到那份平稳与确信。这份确信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灵魂的深刻信任，来自于我们对宇宙、对内心力量的无条件相信。正如捕梦网那静谧的存在，它无需宣告自己的力量，只需在每一个静默的时刻，安稳地完成自己的使命。正是这样的力量，让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，勇敢地面对每一次的转变与蜕变。真正的重生，从来不是外界的加法，而是内心的减法。这种减法需要极大的勇气去割舍那些不再适合的念头、关系与角色。这样的勇气并非来自于外界的支持，而是来自于一份深切的诚实，来自于你对自己真正渴望的生活的清晰觉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将放下那些曾经让你坚持的事物，无论是过去的情感，还是曾经的梦想。这并不是放弃，而是让自己从那些不再适合的部分中释放出来，让自己在新的生命中得到真正的重生。捕梦网的存在不仅是过滤梦魇的工具，它是一个强烈的象征，提醒着我们应该有勇气去梦，去相信，去迎接每一个挑战，去走过黑夜，并且相信曙光会在前方等着我们。这是宇宙送给我们的礼物，无论前方的路有多艰难，它总会在你准备好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，为你带来光明。每一次的选择面对、厘清与放下，都是一次灵魂的创造。这不仅是外在的行为，更是一次内心的转化，让我们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中，编织出更加真实的自己。这是一次深刻的蜕变，让我们能够摆脱旧有的束缚，重新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。正如捕梦网的运作，它过滤掉那些不属于我们的梦，让我们能够触及那最真实、最纯粹的渴望。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心中的梦，这些梦并非遥不可及，而是早已在你的内心深处潜藏。当你选择放下那些旧有的信念，当你选择面对自己最真实的渴望时，宇宙会悄然回应。它会帮助你将这些渴望转化为现实，帮助你把握住那一份真正属于你的光明。在这过程中，你会发现，宇宙的法则并非总是以我们预期的方式展开。有时候，它会带领你走过一段曲折的路，
而这条路正是通向更真实的自我的必经之路。当你选择不再对过去的自己或他人的期望妥协，你会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。这种力量来自于你对自我真实的尊重，来自于你对宇宙力量的深切信任。真正的重生是一场心灵的转化，是一场内在力量的觉醒。这样的过程并不容易，但它却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。只有当你有勇气放下那些旧有的枷锁，放下那些过去的失败与痛苦，你才能迎接新的自我，才能迎接那份属于你自己的光明与力量。当你勇敢地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，当你选择面对曾经的恐惧与痛苦，你会发现宇宙会在每一次的转变中给予你支持。它不会让你在黑夜中迷失，正如捕梦网过滤掉的那些噩梦，宇宙会帮助你过滤掉那些不属于你的情感与经历，让你能够走上更加光明的道路。在这条道路上，你会发现自己不再需要依赖外界的认可或赞许。你已经拥有了最强大的力量，那就是来自于你内心的光芒。这光芒不需要任何外界的证明，它本身就已经是最真实的存在。你所需要做的，仅仅是相信自己，相信宇宙的回应，并且勇敢地走下去。捕梦网静静垂挂，无声无息，但它却拥有着巨大的力量。这份力量来自于它的内在确信，来自于它对宇宙指引的深刻信任。当你选择相信自己的内心，选择相信宇宙的力量，你会发现所有的梦想都在一步步变为现实。当夜幕低垂，万物安静地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，捕梦网悄无声息地垂挂，承载着梦想与渴望的重担。它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并不急于改变什么，但它的存在却蕴藏着一种坚定的力量。那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确信，对灵魂指引的深刻信任。即使周遭风起云涌，动荡不安，它依旧静静地编织着梦想，将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渴望巧妙地网罗。它是如此的宁静，却充满无限的力量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感觉到人际或情绪上的紧绷，像是内心的捕梦网突然被扯破，过去的误解和未解的矛盾再次浮现。那时，我们可能会感到孤单，或是觉得自己与他人的距离越来越远，无论多么渴望和谐与连结，却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式。然而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们有机会放下防备，选择以理解的心态去面对，去释放那些让自己紧绷的情绪，去修复那些不再适应的关系。这是一条需要勇气的路，却也是一次灵魂的重生。当我们放下防备，愿意重新宽容与理解，我们不再被过去的误解所束缚，也不再让内心的恐惧与痛苦牵动每一个选择。我们开始理解，正如捕梦网能够过滤那些噩梦，真正的疗愈不仅仅是释放痛苦，更是在学会接纳自我与他人的差异中，找到内在的和谐。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立场，而是学会尊重不同的观点，并让他们与我们的信念共存。这是一个重建信任的过程，是重新连接的开始。每一次选择面对裂痕，选择释放负担，都是一次灵魂的创造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再依赖外界的判断，而是学会从内心出发，去体会每一个情感的变化与转折。这是一次灵魂的蜕变，让我们能够超越过去的障碍，走向更加完整的自己。这样的过程就像捕梦网所传达的讯息，它不是被设计来过滤一切不适的情感，而是用来帮助我们找到与自我及他人和谐共处的方式。在这个世界中，并非每个人都与我们拥有相同的经历、观点和价值观，这些差异本身并不构成威胁，反而是宇宙赋予我们的礼物，让我们有机会去学习，
去理解，去成长。如果你最近感觉到人际关系中的紧张，或是在情绪上无法放松，不妨试着放下你心中的防备。也许正是这些防备，让你无法真正理解他人的情感，无法真正理解自己内心的需求。试着以更温和的方式去聆听他人的心声，去理解他们的立场，同时也去接纳自己的感受，让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裂痕得以修复。这样的修复不仅是对关系的重建，更是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疗愈。当你开始释放那些不再适合的念头、关系和角色，你会发现，这些曾经束缚你的部分，正在慢慢的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力量，那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平静与安定。这不仅仅是情感上的释放，它更是一种灵魂层面的重生。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，但每一步都将是值得的。当你选择放下不再适应的部分，当你选择重新宽容自己与他人，你会发现，宇宙的力量正在为你引领一条新的道路。这条道路不仅通向内心的和谐，也将带领你走向更深层次的自我实现与灵魂的成长。此时的你，正站在一次变革的门槛上。这不是外界给你的变革，而是你内心的选择，是你对自己的信任与理解的选择。当你开始放下过去的包袱，当你开始理解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，当你开始接纳那些曾经未能解开的误解，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完整，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。今天，当你有机会进行疗愈和释放，请记住，这不仅是与他人关系的修复，更是你与自己内在的重新连结。当你学会放下防备，当你学会接纳差异，你会重新感受到关系的温度，感受到那份来自宇宙的深刻指引。宇宙总是以最温柔的方式，将一切需要改变的力量引入我们的生活，带领我们走向更真实的自己。当你选择放下那些过去的包袱，当你选择以理解和爱来面对所有的差异与挑战，你将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，这份力量将引领你走向更加完整与圆满的未来。宇宙的法则从不会辜负任何人，它会回应你内心的每一份真诚，带领你走向那条最适合你的道路。当真相的光芒悄然逼近，黑暗便开始挣扎得越来越剧烈，并不是因为黑暗变得更强，而是他深知自己的时光已经不多了。就在这些时刻，你可能会感觉一切变得更加混乱，更加沉重，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方向。但实际上，这正是转化的开始，而你正处于这一过程的最关键时刻。宇宙的真理并不需要过多的解释，它自有其存在的理由。光的力量从不需要证明自己，它只需要稳稳的存在，无需过多的掩饰或浮夸。它在背后默默照亮着我们的内心，指引着我们走向更加清晰、更加真实的道路。当真相揭开的那一刻，会有一些人或事物尝试反抗、挣扎，这是必然的过程。这些曾经支配你生活的虚假与掩饰，会在光明的照射下，渐渐显现出其脆弱与不堪。它们并不具有真正的力量，唯有在黑暗中才能维持一时的存在。当光的力量逐步强大，它们自然会自行瓦解，无法继续存在。或许此时，你正经历着一段情感或人际关系的混乱，这种混乱让你感到沉重，甚至质疑自己的选择。你或许正在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拉扯，觉得真相的揭示过程像是一场暴风雨，将你推向不确定的未来。但请相信，这一切的混乱只是为了让你走向更真实的自己，这是转化的必经之路。宇宙的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我们所吸引的一切都是与我们当前能量场相匹配的。
当我们站在真实之中，不再被情绪牵动，不再与外界的混乱对抗，我们的内在能量场会自然而然地开始转变。那些虚假的、操控的、恐惧的事物，将在光的照耀下逐渐瓦解，因为它们无法在真实的光明中存活。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错误或痛苦将彻底消失，而是它们的力量将不再能影响你的前行。当你选择放下过去的伤痛，选择接受这场来自宇宙的疗愈，真相便会在你内心深处的空间中自然展开。你会发现，这一切的混乱与不安，只是因为你正站在一个新的开始的边缘。你不是在倒退，而是在经历一场灵魂的升华。这一刻，你正在迎来的是重生，而非结束。你可能会开始发现，曾经深刻的误解，曾经刺痛的裂痕，正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悄悄地修复。在这过程中，或许你会感觉到内心的一丝挣扎，这是因为你的旧有模式正在被挑战，这也是你向更高层次的自我迈进的一部分。当你开始放下防备，当你学会不再对抗，而是选择理解，选择释放，你会重新感受到与他人之间那份久违的温暖与连结。这正是你正在经历的过程，放下旧有的信念和防卫，让真相的光辉照进你的心灵深处。这不仅是与他人的关系的修复，更是与自己内在的和解。你正在学会如何释放过去的负担，并在光明中重新站立。当你不再将自己的能量交给过去的恐惧与误解，你将惊讶地发现，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你内心的决定。宇宙的法则始终如一，它并不会因为你的执意而改变。当你选择不再被情绪卷走，当你选择不再与外界的混乱对抗，当你选择站在真实的光明之中，宇宙便会开始为你安排那些你所渴望的改变。它并不会马上显现，可能你会在过程中感受到一阵沉重，但这只是转化的最后一道浓雾。当它消散，你将会见到更加清晰的真相。此时，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将影响着未来的你。每一个瞬间，你都在创造你自己的现实。当你选择放下不再适应的过去，当你选择站在真实的光中，你将逐渐感受到内心深处的平静与力量。宇宙的吸引力法则会帮助你吸引到更多的机会与和谐的关系，因为你的能量场已经与光明对齐。或许这一过程并不容易，但请记住，光明永远都在等着你。当你站在真实之中，当你选择放下防备与恐惧，你会发现，原来这一切的混乱与挣扎，都是为了让你靠近那个更加真实、更加完整的自己。这不是结束，而是转化的开始。这一刻，你正在经历的，不是挫败，而是彻底的释放，是向内在的和谐与真实迈进的步伐。宇宙的真理并不急于证明自己，它只需要稳稳存在，照亮你每一个选择的步伐。请相信，光明已经来临，而你正站在通向这片光明的路上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